在全球化的今天，贫困线 （poverty line） 这个词汇既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也是衡量社会福利和经济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它代表了一个人或家庭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所需的最低收入标准。不同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状况和生活成本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贫困线的背后是关于社会正义、经济平等与人类尊严的深刻讨论。让我们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探讨该国是如何确定其贫困线的，以及这一政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该国的总体贫困率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下降，但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度尼西亚政府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界定和测量贫困，包括食物消费、住房条件和教育支出等指标，以确保政策能够有效地针对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这个定义不仅影响了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减贫政策，而且也影响了国际援助和投资的流向。通过设置一个明确的贫困线，印度尼西亚能够更准确地识别贫困人口，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项目的效率。然而，这种方法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批评者指出，贫困线的设定往往过于简化，无法全面反映个人或家庭面临的多维度贫困问题，如健康状况、就业机会和社会排斥等。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深入探讨贫困线政策的实施之前，了解一个国家实施该政策前的经济情况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政策背后的驱动力，也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变化。以肯尼亚为例，这个东非国家在实施贫困线政策前，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肯尼亚的经济多年来一直受到不稳定的气候条件、高失业率以及教育和医疗资源不足的影响。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依赖传统农业为生，这使得他们极易受到干旱和食物短缺的影响。此外，城市地区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贫民窟的增加，其中许多人口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如清洁水源和卫生设施。在这样的背景下，肯尼亚政府认识到了建立一个既实用又能反映当地生活成本的贫困线的必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定贫困线，包括广泛的家庭调查和消费数据分析，以确保贫困线既能反映出城乡之间的生活成本差异，也能够覆盖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群体的需求。为了使这一政策具体化，肯尼亚政府设立了2条贫困线，一条是绝对贫困线，用于衡量能否满足基本食物需求；另一条是总贫困线，除了食物需求外，还包括非食物需求，如住房和教育。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并将资源和援助计划定向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个人。政策实施的一个具体例子是肯尼亚的现金转移计划，旨在直接向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援助。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使他们能够投资于教育和健康，从而打破贫困循环。此外，政府还推出了农村发展项目，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食物安全，这对于依赖农业生计的大量贫困人口至关重要。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在短期内并未完全根除贫困，但却为许多家庭提供了生活的改善和希望。例如，现金转移计划使得一些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孩子的学费和医疗费用，而农村发展项目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减少了食物不安全的情况。通过这些具体的政策实施，肯尼亚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减少经济不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贫困线政策的实施也面临着挑战和批评。一方面，政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准确的数据和有效的资源分配，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贫困线的设定也可能忽视了贫困的多维性，包括健康、教育和社会参与等方面。
因此，尽管贫困县政策为肯尼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但仍然需要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以更全面的应对贫困问题。通过深入了解肯尼亚实施贫困县政策前的经济情况以及政策的具体细节和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面临挑战，但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是有可能改善贫困状况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这一点不仅对肯尼亚，对全球许多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随着肯尼亚政府贫困县政策的实施，这一系列措施逐渐展现出其深远的影响。政策的实施不仅在数字上减少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许多肯尼亚人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展望。通过对比实施政策前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变化的意义。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现金转移计划和农村发展项目等措施显著提升了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这不仅使得受益家庭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和住房，而且还能够有余力投资于教育和健康，这对于长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至关重要。例如，教育方面的投资使得孩子们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提高了他们将来脱离贫困，获取更好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健康方面的改善，如通过政策获得的更好的医疗服务和营养，也直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减少了因疾病而导致的贫困现象。其次，农村发展项目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食物安全，减少了因自然灾害和不稳定气候条件导致的食物短缺问题。这一变化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此外，这些项目还鼓励了农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如使用更耐旱的作物种类和改进的耕作技术，这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食物安全具有长远意义。然而，政策带来的变化并非一帆风顺。尽管贫困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有批评声音指出，贫困线的设定可能过于僵化，未能充分反映人们面临的多样化和复杂的贫困状况。例如，对于那些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仍处于脆弱状态的家庭，政策的支持可能不足以应对突发的经济困难或健康危机。此外，贫困线的设定和调整需要依赖准确和及时的数据，这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如数据收集的质量和覆盖面，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尽管存在这些挑战，贫困线政策的实施无疑为肯尼亚提供了一个减少贫困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政策的成功案例，如通过现金转移计划改善的家庭生活条件，以及农村发展项目带动的农业生产增长，都证明了目标明确和精准施策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激发了人们对更公平社会的期待和追求，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持续探索和实施更加有效的减贫和发展策略。总之，肯尼亚贫困线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指标的改善上，更重要的是，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深入分析和反思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有效地应对贫困问题，以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经济增长。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全球范围内，贫困线政策及其实施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肯尼亚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但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和分析这些政策在不同国家经济中的潜在影响。通过比较肯尼亚与其他国家的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贫困线政策的全球意义及其对于不同经济体的影响。以印度为例，这个南亚国家通过实施包括食物补贴、教育援助和医疗支持在内的多元化贫困减轻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印度政府采取的直接补贴方式，特别是对农民的最低支持价格政策，不仅提高了农业收入，而且通过保障食物价格的稳定，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人口。然而，印度的经验也显示，大规模的补贴计划可能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增大，且有时效率不高，揭示了在设计和实施贫困线政策时需要平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
巴西通过其波利萨家庭计划，成功的将数百万人口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该计划通过为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提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鼓励他们让孩子接受教育和疫苗接种，这不仅提高了家庭的直接收入，也促进了长期的社会发展。巴西的经验强调了有条件现金转移在提高人口福利、促进教育和卫生改善方面的潜力。通过这些国家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县政策及其实施方式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不仅需要考虑经济增长，还要关注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这也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前瞻性和创新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在全球化的今天，贫困不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贫困县政策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改善特定国家内部的贫困状况，还能通过促进国际合作和知识分享，为全球贫困减轻贡献力量。正如肯尼亚、印度和巴西的案例所示，通过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和创新解决方案，各国可以在减轻贫困、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最后，贫困县政策的实施提醒我们，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自动等同于社会进步。真正的发展应当包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少不平等和促进社会公正的多重目标。通过细致入微的审视贫困县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及其影响，我们不仅能够为各国提供减贫的可行策略，更能够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的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学习和借鉴。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